走，好，走。住手！这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这吉昌城是没有王法了是吗？关你何事？滚！姑娘，他们要我去伺候父王殿下。你们二人满口胡言，这苏王远在横京城，怎么会来这吉昌城做这种下流勾当？你知道什么？苏王今早就来吉昌城了。别啰嗦了，赶紧把人带走。走。等等，这样，你们把他放了，带我去。他这既不甘愿又吵吵闹闹的，到时候惹了苏王不开心多不好呀！我自愿去。她比这卖唱女姿色还好一些。姑娘，谢谢你。赶紧带路啊！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女姓傅，其他的我自己跟王爷交代。尚大人，好，王爷，这十里长亭，连着弘福寺都被砸毁了。是啊，自皇上去年下旨以来，卑职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修建，从泰山脚下，沿着山路一路蜿蜒向上，亭盖和梁柱都是用白玉石堆砌，请了无数的工匠，还特意从京城请来了皇上御笔亲题的牌匾。只可惜啊，这才修了一半就，弘福寺也被砸毁了大半，都在石头下面埋着呢，还在慢慢的清理。王爷这边请，小心脚下。怎么样？殿下英明，知道那尚开阳定会调配大量人手来玉华亭，而知府内无人看守，许家才可以轻易地盗取账本。只是，属下看了一下午，发现这账本没有丝毫问题。可能是属下眼拙，一时间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。没有问题，就是最大的问题。属下也是有所怀疑。我们翻找了别的地方，可是没有找到别的账本。今日我在玉华亭发现了硫磺粉，又是硫磺粉。这尚开阳不惜炸山来掩盖真相，想必玉华亭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许家，你派人盯着尚开阳府，若真的有藏匿的账本，想必他们一定会露出马脚。殿下，
殿下，有人假借你的名义强抢民女，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，所以我是来提醒你的。谁知道那2个家伙还把我给绑了，我也不是很懂。怎么是你？你看得清我吗？什么味儿啊？不会是下春药了吧？真不知道谁要这样对付你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也有点头晕。蓉儿怎么在这里？朱少，一切都已经妥当了。这女子为何是清醒的？浓墨，退下。是，公子。公子，我们好不容易将成王吸引到这里，若此次能够捉奸在床，势必可以让肃王受到惩罚。退下。是。文心，你记住。这世上谁都可以利用，唯独他不行。浓浓，小跟班，出来，出来。哦。出发吧。停！大人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出发吧。这。看来在屋内发生了很多故事，鞋都没来得及穿。罢了，到了京城我再给你买一双吧。没事。我奉皇上之命，来吉昌城视察，没想到我刚一到，就听说肃王屋内有一女子，我更没想到的是，那个女子就是你。不，都是误会，肯定是有人趁着这个特殊时间想要陷害肃王殿下。罢了，我当然相信你，我也不会误会。多亏你啊，要不然我这8张嘴我都数。休息吧。
小侯爷。我知道男女授受不亲，可是我现在浑身湿漉漉的，你说我能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你不是也没看我吗？我这穿着衣服跟没穿衣服又有何差别？你无耻！我本来就是无耻之徒，你又不是现在才知道。我又不是真的说你无耻。不想我脱衣服，就给我戴钢帽了。你以为我会吃你这套吗？我才没有给你戴钢帽呢，还不是之前你自己说的，什么抱过的女人不计其数，并非我平白污蔑你。是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坐那么远干嘛？万一染上了风寒，那才是真麻烦。坐近点。放心，我不会看你，更不会轻薄你。你经常来云罗寺吗？你方才也看到了，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去云罗寺点灯。我母亲生前最常去的就是云罗寺了。原来刚刚那个长明灯是为侯夫人所点。别喊她侯夫人，太侮辱她。信都侯那个人，不配和我母亲相提并论。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？我外公把凤来仪给了我母亲当嫁妆，信都侯府看着光鲜，上下要打点维护的地方着实不少。我母亲不但要管理府中钟馗，还要经营、扩张凤来仪，十分疲惫。她本就体弱，操劳过度，更是大病小病不断。我看着难受，便主动提出替她跑腿，去其他城镇帮忙盯着凤来仪的扩张。凤来仪确实在其他城镇还有一些铺子。原来，这都是你经营的。是啊，我那个时候年纪还小，哪里懂得那么多？无非就是仗着自己有些武艺，不让那些人吃太多油水罢了。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的是徽州，耽搁了好几日。待我再回来之时，回来了吗？他在哪儿？你得知道回来，还不跪下给你母亲磕头！母亲是怎么去的？你说清楚。萧大夫呢？我要知道母亲的死因。想知道死因，家法拿来！我就打死你！他死前还念叨着你，还想着你，孽畜，孽畜，打死你！哎呀，大公子，快坐。
我交代你的那2件事情，赶快办了。一是把凤来仪的地契，还有印章交给我。你母亲临死之前，最担心的就是你和凤来仪，知道吗？你对母亲起了杀心，是因为发现凤来仪居然这么能赚钱，但母亲却坚持自己打理，不肯交给你。你还真是个不孝之子啊！敢用剑指着你的老子，你简直是个不忠不孝的畜生！父亲，你配做我的父亲吗？当年你答应母亲不会有其他的妾室，却背叛诺言，明知母亲身子不好，却趁我离开带着这对母子入府。母亲被气得吐血，你还敢问我要凤来仪的地契？若母亲真的想把凤来仪交给你，怎么可能不告诉你京城凤来仪的地契？一直都在府里。如今母亲尸骨未寒，你便迫不及待地带着这对母子登堂入室，连她的什么乡下表亲都能入府当个管家。大公子，大公子，若你实在是不喜欢我和嫣儿，我们这就可以离开。住嘴！没你的事儿，走哪儿去？坐下吃饭。事到如今，你们一家人其乐融融，确实有人要走，但不是你们，是我和母亲。张耀成宠妾灭妻，无德无行，我与其父子之义就此断绝。从今往后，我承母姓，改名为吴白起。对不起。什么？之前在信都侯府说的那些话，都是我自以为是了。对不起。哎，不知者不罪，没什么好道歉的。更何况，若非是你之前那番话，我也不会去参选赵武校尉。说起来，我还得谢谢你呢。那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无论如何，我还是应该好好道歉的。以后你少误会我2次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但是毕竟，你跟那个信都侯，毕竟身份差异还是很大的。如果你还是像上次那般这样对他的话，不但不能报仇，反倒还会给自己招来一身的污名。